泥土塑我，烈火成器，可方可圆可塑可滑。它从泥水中走来，带着一种近乎固执的温柔，没有喧嚣的起点，只有一把泥，一勺水。注浆是他的第一次投胎，泥浆缓缓侵入石膏模具，倒满浸淡，再倒出多余泥浆，泥水填满了每个角落，为花瓶勾勒出最初的轮廓。等待像一场安静的孕育，我想象着脱模后的样子是否藏着惊喜，亦或有独特的瑕疵。静待15分钟，开模，平胚完整剥离，像初雪堆积的形状，光滑的不敢触碰。修胚是他的第二次成长，带着潮湿的凉意，如湿润的海绵沿着轮廓游走。那些模糊的棱角、粗劣的表面，在海绵的轻触下，渐渐显露出应有的模样。每个素胚在脱胎时都带着缺憾，细微变形、未消的气孔、不够流畅的线条，这些也不过是未被解读的可能。彩绘使他开始有了性格，塑造后的瓷胚温厚，又透着渴望被赋予灵魂的期待。最初的勾勒总是小心翼翼，怕运笔迟疑，晕染出歪斜的痕迹。我带着笨拙的试探与惶恐，让笔跟着心走，顺着釉彩的流动，不想起山间溪水流过青石，无需刻意规划，自然变成了韵律。我试着放下紧绷的神经，让釉下彩顺着胚体的弧度流淌，当笔尖不再被对错束缚，那些曾被视作灾难的晕染，也成了等待窑变的奇迹。稳稳托住素胚平底，将整个花瓶垂直浸入釉浆，釉料与瓷胚交融，凝结成一层薄如蝉翼的釉衣。当釉浆完全裹覆瓶身，它是静待破茧的蝶。此时釉色乳白，封存着即将唤醒的万千惊喜。
釉烧是它通往成熟的最后一步，7、8个时辰，1300度的高温。火不是惩罚，而是一场历练。每一道看似随机的纹理，每一处意想不到的色泽，这都是火焰留给它的馈赠。这一窑的火候正为胚体烙下成为瓷器的火漆印。中出窑时，它已不再是那个泥胎素胚，而是一件拥有温度、记忆与力量的器物。未来的日子里，花瓶会见证四季流转，插满不同花束，但风铃花与洋梗菊初绽的模样，已永远定格在它第一次盛放的清晨。他静静待在客厅的角落，像是在说：“我见过火，也见过你眼前的花开。”而此刻的出绽，却让我想起那些在注浆模具里孕育的期待，修胚时磨去的浮躁，彩绘时挥洒的想象，都化作了此刻花朵与花瓶的彼此成就。